好了，今天搞了半天呢，终于把我的直播的这个编码搞定了。那既然搞定了，我们就快快开始今天的直播啊！这是一场很轻松的直播。我每次觉得很轻松，你们就讲说没有，明明就很累，明明就很辛苦，没有，还好。我个人觉得今天这一场简单啦。各位事务所的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有一份研究说，台湾年轻人有88%愿意为国而战啊，比日韩都高。我告诉你，这个数字我他妈特别去查了一下，如果真这个数字不是比日韩都高，是他妈比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要高。我们是民主国家里面第一好战分子，了不起了吧？这个数字还拿出来讲，干，真是妈吓坏我了。但没关系，我们是一群冷静的人。我们身为宅宅呢，我们相信科学，我们想要试着找出一个解决方案来，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好好的解释清楚，跟各位讲，好不好？来，所以沱江舰的边线比不到50%，9月起。9所军校的大门卫哨要外包给民间保全，真正愿意打仗的人去乌克兰月领$10,000，这个数字怎么可能？8乘8愿意打仗的国家，军舰空了一半，大门要请保全，能打的跑去乌克兰打仗了。你告诉我这怎么可能？来，所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讲一下。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我们会讲到马基维里、瓦格纳、普里戈金、沱江舰边线比。来，定场诗先来，拥兵无用500年。马翁一语冷如铁，边线空笼755，愿战鸣调88烈。乌东新知万金开，军校门前保全街。问君勇气值几钱？靶场归来枪未热啊！各位，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个你没办法想象的怪异故事，就是到底台湾能不能打仗？我们的人有没有办法打仗？我先不要讲那么远，我们先从一段时间开始讲起。今天呐、我挑的这个章节是从小弟我一直在写，还一直写不完，因为有100多篇，干写不完，累死我了。我在北监写的书啦，一直写不完。那因为当你人在北监的时候，你时间很多，你就会开始多想一些事情。战争在被外包，那台湾呢，到底是怎么样？来，我跟各位说，你听到战争外包这2个字，可能想到是客服外包、清洁外包、餐厅把外送外包给熊猫、外包给 Uber Eats。但我跟你讲的是啊，暴力也可以外包，从超级市场门口那个穿制服的保全，到公司派到危险地区的保镖，一路真正到战场上拿枪作战的人，这些全都是同一个产业的一环，叫做私人安保产业 （Private Military Company），叫做 PMC。讲白一点，就是佣兵。谢谢 Vincent Two 的抖内。我为什么要从500年前的一个意大利人讲起？就在我背后，这个人很聪明，而且也很冷酷，叫做马基维里 （Machiavelli）。这个名字你可能听过，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君王论》。这个人在500年前就下过一个非常狠的判断，他说佣兵这种东西既没有用，又很危险。他的理由是，佣兵为了钱打仗，钱给的不够他就跑，打得赢他抢攻，打不赢他先逃。你把国家的命交在这种人手上，迟早出事。而且真正的问题是，已经不是迟早出事啊，是一定会出事。那为什么一定会出事？我们等一下会好好的解释一下。总之，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状况，而既然这么荒谬，就值得我们来好好的讲一讲。
来，500年过去了，我跟你讲，马基维里讲对了一半，也讲错了一半。他讲错的那一半是无用。今天的佣兵产业不但有用，还发大财呀！我给你一个数字，根据产业估计，全球私人军事与安保产业2025年的规模大概是2413亿美金。2026年呢，预估还会再往上升到大约2519亿美金。你想想看，2400亿美金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比很多国家一整年的国防预算都还要大了。这已经不是几个亡命之徒啊，像那个电影一样扛着枪到处接案的年代了。我举个例子你听了之后应该就。美国有一家公司叫 Constellis， 这个公司你可能没听过，但它的前身你一定听过，它的前身叫黑水 Blackwater。这家 Constellis 有多大？员工人数12700人，2024年的利润大概14亿美金。在听直播的各位，你注意一下这个规模，12700人，这个人数比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很多台湾主战部队的缺口人数还要多。它有业务部门，有法务部门，有人资部门，真正在扛枪打仗那件事，只是它整个公司里面很小的一环，它就是一家公司，一家卖暴利的公司。所以马基维里讲错那一半是无用，这门生意好的很有用的，但他讲对的那一半是危险，是危险。这一半呢，500年来一个字都没有变。我们今天一整集就是要顺着这个危险一路走到台湾自己家门口。佣兵这门生意货源哪里来？主要是3群人。第一群讲英文的欧美退伍军人，最好是特种部队出身的。第二群讲俄文的，前苏联体系出来的。第三群讲西班牙文的，拉丁美洲人。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乌克兰战争如果快结束了，他们就会出现在下一个地方。加萨如果要开始重建，承包商呢跟建筑工人都会需要武装护卫，那又是另一笔生意。在听直播的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刚讲的这些超级市场保全、公司保镖、战场佣兵，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最低风险到最高风险全都标价，全部都可以外包。而这条产业链的终点，就是国家把打仗这件事交给花钱请来的人，这就是今天的起点啊！一门500年前被骂无用而且危险，今天却年产值2400亿美金的生意，它的有用是写在损益表上面，但它的危险，我们接下来要用血来证明。我念一下斗内今天下午的那个直播完了之后我们在私底下还聊了很多八卦，哈哈，没有来的人可能就没有听到八卦，但也没关系，你没听到八卦又不会死。来，我们念一下，今天几乎是有来的网友都跑来抖内了。坏掉龙九说，请支持训练用木枪担任阿尔巴老朱兵，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朱祝福打气，谢谢。山仔医生说，谢谢今天参加网剧的各位大大跟初大。山仔医生说明了他为什么每一次一开直播就可以来留言呢？是因为他只要差不多到7点到8点，他就在那个键盘上面一直按 F5， 让他成为经常拔头香的人。但是讲着讲着，今天就没拿到头香。来，那个乙一说到 JJ Fish 说+1，因为今天的目标是上次的那个电动车，那上次目标没达成，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往下走。那看看状况吧。这个什么东西啊？干，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买了黑松的运动饮料 Fin， 结果今天收到一个小包裹，我想说这小包裹什么东西，然后我就问浩克说：“我不是请你帮忙订 Fin 吗？”他说：“对，有，这个是额外的赠品。”我说：“妈，额外赠品到了，本人没来啊。”对，就不知道怎么搞的，本人还没来，就是我真正订的那一箱，其实还没到。那 EasenTW66， 好，这个。谢谢你的抖内，蔡兆和也说+1，希望你的身体早日康复。朱嘉义说赞助一下，今天的抖内感觉大家很轻松。来，我们先讲
这一章其实我个人觉得有一点感慨啊，他在讲的是什么？他在讲的是加萨 （Gaza）。那 Gaza 最近有什么问题呢？这一笔大生意哦，一路派到加萨去了。黑松还有正品，对不对？我也觉得很奇怪，而且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口味。黑松沙士清新红柚风味，沙士只有台湾人在喝。来，接下来这件事情啊，我们要讲个仔细。那我平常比较轻松，会把一些沉重的东西描述出来之后呢，让你可以吞下这些很硬的东西。但这一章很严肃，我先不开玩笑，你听了就知道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死了很多排队领一袋面粉的普通人，我没有资格拿他们来说笑。事情是这样的，2025年有一个组织成立了，叫做加萨人道基金会。加萨也很好，人道也很好，基金会也很好。英文缩写叫做 GHF。这个基金会的背后是美国政府跟以色列政府的支持，它的宗旨是绕过联合国，自己来发放加萨的人道物资。它从2025年5月开始运作。沙士哦，我跟你讲，沙士在美国不是完全没有对应的饮料。风兴说日本人说像沙龙巴斯，风兴说抖一个今天没去，你不是在日本。这个东西在美国有类似的东西，就是 A&W 的那个 root beer。柚子口味的咳嗽药水。来，不是我，所以我说这名字都很漂亮，他妈内容真是让人觉得很荒谬。来，这个基金会呢，从2025年5月开始运作，它怎么发物资？它雇佣了美国的私人军事承包商，也就是我们这一集一直在讲的佣兵，来武装看守这些发放点。这里面有一家公司叫做 UG Solutions， 还有一家叫 Safe Reach Solutions。这家公司的创办人呢，是中情局的准军事部门出身的老将。我在北监哦，那时候没有键盘哦，我他妈一笔一笔刻下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手边资讯有限，我只写了一句话，说网络上传言呢，射杀领物资民众的就是他们。因为我当时没有办法这个确认嘛，只是网友写信来跟我讲说啊，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出狱之后，小弟我去查证，我必须要跟自己说，干，那真不是传言。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统计，从2025年5月底 GHF 开始运作到10月停止，这些发放点附近排队领食物的巴勒斯坦人超过2600人丧命，超过19000人受伤。妈的，维和怎么会维到死伤几率比外面还要高嘞？各位，我把这个数字再念一次：2600人死亡，19000人受伤，而这些人是去领食物的。那各方在这个事件里面说法不一，而且非常高度政治化。我把各方的说法都拿出来给你听，我没办法判定啊。你以为我这么厉害，我可以去现场调查吗？没办法。美联社拿到了2名 GHF 承包商的证词跟影像，指控现场有训练低劣的警卫对排队的人群使用实弹、眩晕手榴弹、胡椒喷雾，有时甚至直接朝人群开火。有一位前绿扁帽 UG Solutions 的承包商公开指控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罪，也就是你杀赤手空拳的人们而已。而 GHF 跟以色列国防军一贯的否认，他说发放点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伤亡，开的都是警告式射击。联合国
Oxfam 乐施会、无国界医师，还有170多个组织，痛批这一套私有化的人道救援根本违反人道原则，要求立即关闭。也就是你声称你是去救援的，但是死掉的人比饿死的人还要多，这到底是怎么样呢？来，结果2025年11月 ，GHF 在运作了仅仅6个月之后，宣告永久关闭。它关闭的时候，自称成功证明了有更好的方式来发放物资啊！这句自我表扬，对照那2600条人命，你自己可以看一看。我把这一段讲这么仔细啊，不是为了选边站。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血海深仇，不是我在台湾可以判断的。我在意的是这一集的真正主题。乐施会 Oxfam 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精准，他说：“人道救援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卡车跟枪，他需要是社区的信任、对危机的理解。”还有一份绝对不被政治或军事目的利用的坚持。各位，谢谢兔兔的抖内。各位啊，你听懂这句话的重量了吗？当发放人道物资这种本来最需要中立、最需要信任的工作，被外包给一家廉洁的某国国防部案件记仇的武装公司的时候，中立就没有了，信任就没有了。佣兵这一行刚好就是把信任跟中立的反面做成了他的商业模式，这是外包暴力的第一个代价，而这个代价是由那些连对方是不是军人都搞不清楚，只是想领一袋面粉的普通人用命去付。接下来要进台湾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做台湾军校把庙做的跟妈孔庙一样，但没有关系，就是指令下了，通常我就没有办法看那么细。但我要跟你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昨天我贴那个电网的文章啊，照标准都是我直播完了之后，把字幕跟我的内容重新整理出一段文章，结果没想到我 AI 是妈发疯了还是怎么样？他说这个我的文章里面通常都会说啊，我们本频道的老公式就是当政府越跟你怎么讲说，你要反向去查证。干那文章写成我的老公，妈，我想说我老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真的有吗？我回去看，真的有。来，我们把镜头从拉萨拉回台湾好了，先不管这个图到底为什么做成这样。来，各位，你可能会想，朱大，你讲加萨、讲佣兵、讲黑水，这都是离台湾很远的国际新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关系，因为我查证的时候发现了一则台湾自己的新闻，这个新闻让我不知道要笑还是要哭啊！国防部长顾令雄证实，从2026年9月起，将分2个阶段，在全台湾9处军事院校的营区试办卫少勤务外包保全。9月1号起，先在国防大学等5处校区试办。我再讲一次哦，你听清楚。台湾的军事院校，它的大门卫哨要外包给民间的保全公司啦。为什么我觉得很好笑？他妈本末倒置嘛！你人力不足就去组人力呀、而不是把你的军校的保全卫哨外包给保全呐、来，你把这3件事情放在一起看。第一个，我们今天整集的主题哦，讲的是战争外包，是佣兵产业。第二个，后面我会告诉你，国军的边线比啊，中华民国国军的边线比只剩75.58%，全国平均哦，连自己的卫校都占不满。第三就是这则新闻，台湾已经开始把军校的哨兵外包给民间保全了。
我的那篇手稿里面写的是加上的武装保全，是伊拉克的黑水。我当时以为这是遥远的国际现象，结果我出来一查，台湾自己军校的卫少已经在走同一条路的第一步了啊！我要非常精确的讲清楚一件事情：外包保全站的是卫少，是门禁警卫，不是把保全送上战场去打解放军。这两件事情当然完全不一样。我绝对不会告诉你，台湾已经请佣兵打仗，那是骗你的。但说实话，请不起。好，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国家要走到什么地步，才会需要把自己军校大门的哨兵外包出去？答案是走到连门禁的人力都凑不出来的地步了。这则新闻真正的意义不是保全上战场，而是兵力真空，真实到连军校大门都没有人站了。它是一个症状，一个非常清楚的症状。而且这里面藏着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在听直播的各位，你们想想看，卫少可以外包，再往里面走呢，军械库的门禁呢，弹药库的门禁呢，那些机敏设施的门禁呢，如果哨兵人力凑不出来要外包，那真正要命的这些地方也要交给领时薪的保全嘛？渗透的风险谁要来扛？来，我先把这个问题放着。后面我们讲到美国的教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有多致命。只要当局告诉你这只是行政事务的减量，不影响战力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高警觉，因为一个国家会把穿军服的哨兵换成穿保全制服的人，背后的真相只有一个啦：穿军服的人不够啦。门禁可以外包，这是这则新闻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而国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不能外包。我们后面会用法律、用血、用钱一层一层证明给你看。台湾的军事私有化呢，已经从自己军校的大门开始啦。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真的很荒谬。来，我赶快念一下抖内啊。Sylvia Chang 说到啦，好了，晚上这个时间也蛮准的。Mr. 阿卡赛子说，小抖个目标用猪大节目配酒，支持九哥使用训练用木枪单人阿鲁巴猪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的网友烦请点选下方置顶连结，移驾至阿宅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今天要非常感谢阿卡赛子帮忙背了我办公室的那些各种各样精选商品，我在里面几乎把它送光了，所以很开心的又空手回到办公室，只剩下一大堆我数年前花了数万元买的钥匙圈，我决定桃园厂还要再继续送，那没有问题。Masquerader Lin 说，听过王局讲电动车是中欧贸易战的核心争议哦，我主要讲电动车不是贸易战啦。想听朱大的观察 ，Misaki， 谢谢你的抖内。张泽元说：“谢谢朱大网剧送的礼物，也祝你顺心平安。PS， 再次感谢您提供的资讯，核能相关股一定特高压，概念股小赚一点。因为张兄泽元呢，在听了我的直播，他问我说 A 股应该要买什么，我就跟他讲买核能股、特高压概念股，就这样。结果他赚了一些，所以他还特别来网剧的时候。”感谢，顺便让他女儿再跟我拍照，越长越大了。来，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死亡会计学这事儿很有趣啊，什么意思呢？我们回到佣兵这一门生意本身。Luker Mars， 谢谢你的抖内。对啊，赖清德说他自己是北海道人，算了，随便。子祥说以后要改成三军保全统帅吗？哎，我不知道。来，苏丢冠说，其实门口卫少换保全的最大不安定因素是不同单位的隔阂加社会地位的歧视。这个跟昨天的弱肉相残有异曲同工之妙。国军目前的社会地位不高的状况下，
跟营内高压下最直接受害压迫者，就是门口的卫少保全公司啦。那么这样的隔阂，保全会心甘情愿认真防阻渗透很难。谢明峰，干，今天这么快就达到目标，妈真的是随便讲一讲就达到目标嘞，真的开心。所以好不好笑？好笑啊！那我们接下来真的要讲的是，我们等一下有机会会再讲。我跟你讲，门口卫少外包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他妈，你旅长跑去占酒店，你旅长去酒店喝喝摸摸抠抠，回来之后硬是要进门，那请问卫少怎么阻止他？用爱的小手打屁股吗？如果你不能阻止他，然后旅长呛说：“妈，我旅长，你旅长。”请问这卫少要怎么办？根本没有答案。根本没有答案，好不好？真是的，是吧？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佣兵不是很贵吗？佣兵请一个特种部队退休的专业人士哦，扛着枪到战场上作战，哎，你觉得这是不是天价？各位看到没有？在网友拼死命的抱怨之下，我现在做出来的数据图表中间已经出现了一个我的大头了。那两边做的图跟动画就不会被我遮到，所以很 OK。对啊，保全没有阶级，看到长官要敬礼嘛。旅长会骂我，旅长你谁？保全会说：妈的，给我出门去，在外面看看你谁我谁。好，等等，我们不要想太多。来，我给你一组数字哦，业界估算是这样子，跟我们以为的不一样。一名美国承包佣兵的成本等于一名美国正职军人的1/7，英国是等于正职军人的1/10，哥伦比亚佣兵呢又是美国佣兵的1/4。那你看这数字是不是很妙？我先讲一个例外，你先不要讨论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因为这个是实际数字啊。这个例外很有意思。乌克兰战争里面呢，俄罗斯的募兵是反过来的。普丁为了避免大规模征兵影响他的支持度，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乌克兰战场上佣兵的薪水啊是正职军人的2倍。你看，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政治盘算底下，价格可以差到天上地下。等一下讲台湾的时候会用到。但我们继续往下，回到核心问题：一个美国佣兵为什么只要正职军人1/7的成本？答案不在薪水，答案在薪水以外的东西。我跟你讲，一个正职军人哦，国家要付给他的远远不只是月薪，你要付他的退休金，你要付他福利，你要付他一辈子的医疗，你要付他阵亡之后抚恤金。还没完，一个正职军人战死啊，是国殇，要盖国旗，要办公祭，要上国会被立委质询，为什么会死人？这些全都是成本，政治成本、舆论成本、监督成本。Angela CY 物，谢谢你的抖内。佣兵呢，一纸按件计酬的合约就一切搞定。他把上面这些成本呢，通通甩掉了，没有 by contract， 就是这样子。来，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你仔细听哦，一个佣兵死在战场上，不是国殇，是什么？是商业损失。损益表上一个数字，不用盖国旗，不用上国会，不用有人出来负责。这就是佣兵真正的，也是最令人不安的竞争力。他把死亡这件事情从政治的账转成了商业的账，国家花1/7的钱买到的不只是一个扛枪的人，买到的是这个人死了，我不用负政治责任，这才是那个1/7的真正秘密啊！而这个把死亡商业化的能力还有另外一面，当你把死亡外包出去的时候，你也把控制外包出去了。
这就带到马基维里讲的那个危险了。来，我跟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叫普里格金，他就是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首领。瓦格纳是什么？瓦格纳就是世界最有名的一家佣兵集团，普丁用它在乌克兰、在非洲的很多国家运作。2023年6月23号，普里格金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带着瓦格纳的部队发动兵变，大军直接往莫斯科开过去。这是俄罗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内部挑战。一天之后，谈判之下，他收手了。哎，来，各位，你猜后面怎么了？整整2个月之后，2023年8月23日，普里格金搭乘了一架商务喷射机，从莫斯科起飞之后不久，就在特维尔州坠毁，机上10个人全部罹难，包括了普里格金本人跟瓦格纳的几个核心人物。西方情报界普遍认为是机上爆炸，连当时的美国总统拜登都公开说了一句话：“我不惊讶。”所有的观察家都指向同一个人、同一个结论，这是普丁对背叛者的报复。在听直播的各位啊，这就是佣兵这门生意最古老的悖论。当一支你花钱请来的武力强大到敢对喂养它的主人亮剑、亮牙的时候，它的末日就写好了。你请得起它，你就得防着它。这是所有佣兵的主人跟打手之间那一笔永恒的危险的账。马基维里500年前讲的危险就是这个。你以为你花钱买到了一支军队，其实你买到的是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转头咬你的东西，而且在你最需要它，它也最强大那一刻，他想的可能不是保卫你，而是他自己要怎么付账。死亡可以做成账本，但忠诚不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台湾能不能用这个会计学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看台湾自己的问题到底有多大。威尼斯说：“初大，你知道吗？民进党执政12年，一人新生儿20万变成现在不到10万，腰斩一半。逃逸移工比今年的新生儿还多。对，而且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糟哦，越来越糟，请你自己看着办啊。”荒萨鲁鼠说：“最好笑的是，宁愿花钱请保全，不愿意调整职业军人薪资。干，我现在觉得好热，我要去开一下冷气，请各位稍等。”哎，台风过了之后，天又变热了，真搞死了。来，我们现在看看台湾的问题到底有多大。先给你看一个画面，你自己判断就好了。这个画面是什么？来，这个画面让我给你看啊。这个画面是什么？是吗？都是空的，全部空了。你想象一艘军舰，这艘军舰叫沱江舰。我如果没记错，我们现役的船里面能够开去中东荷姆兹海峡再开回来的，大概就是那一只沱江舰，双船体的那个很先进的那一台，是我们国建国造的主力舰之一。很先进，据说也要帮他装很多飞弹，但装了没我不知道。那现在这一艘军舰要出海执行任务了，你走上去一看，一半的位置是空的呀，空的啊，吓死人了吧？双体船吧，应该不是三体，三体是小说啊。来，我跟你讲啊，而且这不是我编的画面哦。这也不是我讲的，是隔壁热心民众老王定宇质询的时候讲的。
沱江级舰的边线比不到50%呢。我中华民国海军里面最先进的船舰边线比不到50%。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边线比。我们常常讲边线比，边线比，边线比是什么意思？就是编制人数跟现有人数的比例。一个单位照规定应该要有100个人，这叫编制。结果实际上呢，只有75个人，这叫现有。那边线比就是75%，边线比越低，代表这个单位缺人缺的越严重。边线比不到50%，意思是这个单位照规定有100个人，现在连50个人都不到。来，沱江舰不到50%呢。这是单一个案，那整体呢？立法院预算中心2025年的报告，白纸黑字写着，截至2025年6月底，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国军志愿役的人力边线比只有75.58%。75.58%。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先把这个数字记住，75.58，等一下会跟另外一个数字产生非常荒谬的对照，那个数字叫做8×8的台湾年轻人愿意为国而战。而且我们的边线比不只是整体数字难看，预算中心点名的一长串边线比不到80%的主战部队，我念给你听：陆军的外岛步兵部队、机步部队、特战部队包含了狙击队、炮兵部队、战车部队、反装甲部队、守备部队、海军陆战队的步兵营、战车营、炮兵营、海军的各个舰队部队、空军的防空暨飞弹部队、宪兵2栋梁指挥部。在听直播的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连串的名单全部都是主战部队？就是真的要上第一线打仗，真的要操作那些昂贵武器的单位，缺人缺最凶的不是后勤啊，不是文书啊，是最前线最需要人的地方啊。预算中心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国防部一边编列高额的军事投资去买武器，一边却有这么多战斗部队边线比不到80%，翻成白话就是你花大钱买了枪，但是没有人来操作这把枪。来，各位，这就是所谓的有枪无人呐！你花9000多亿去买 F16。买潜舰，买各种先进武器，结果部队里面坐不满人。武器是硬体，人是软体，硬体在心，没有软体去保，它就是一堆昂贵的铁。那国防部怎么回应呢？你觉得这事情很严重，国防部一定审慎回应，对不对？鬼嘞，狗屁！国防部说情况已经在控制中，止跌回升了。他们说，2025年3月底边线比是76.9%。回升到11月的79.2%，还说今年招获率就是招募获取的率已经达到98.1%，预估年底整体边线比可以提升到80%。唉，我要很公平的讲啊，国防部这个回应就是只能这样回应嘛。数字确实有回升，但是你注意2件事情，第一个。就算做到80%，那也代表每5个位置还是有一个空位。第二，这个回升是怎么来的？我们下章就会看到，这个回升的背后站着一个更大的挡都挡不住的黑洞。有一家媒体下了一个很酸但很精准的标题，他说国军边线比有魔法，上个月国防部才说是78.6%。这个礼拜就变成79.2%了。这种0点几个百分点的攻防，其实掩盖不了一个结构性的事实：这支军队做不满就是做不满。只要国防部跟你说情况已经止跌回升、稳定改善了，你就要回去看它回升的代价是什么。
它稳定的地基站在哪里？因为一支坐不满一半战舰的军队，它缺的不是几句乐观的话，它缺的是人呐、是这一集里面最贵也最买不到的东西。你不要再编了，真心没有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椅子没有下一批人了啦。Winston Ruby 说：“各位，台湾就网军超编了，对吧？随便，随便，不缺人就不缺人呐、我又不用再当兵了。来，边线比已经缺人缺很用，现在缺人。这一章我要告诉你更绝望的事情，就算现在想补人，也没有兵可以补了。我先给你看一个时间表，就在这边，这是国防部做的，国防部做的时间表。国防部根据内政部的资料推估，台湾可以征集的役男人数，从民国110年，也就是2021年开始，就逐年递减，到民国112年，2023年可征人数是97828人，第一次跌破10万人。然后呢，国防部自己预判了，到民国116年，也就是2027年，可征役男会跌破8万人。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你看到这个滑坡的速度没有？有没有觉得很夸张？妈是陡坡！2023年跌破10万，2027年跌破8万，4年少掉2万个役男。这不是招募做得好不好的问题，这是根本没有人可以招的问题。少子化这3个字在国防上面不是一个口号，它是一个实实在在往下坠的曲线。有人会问，哎，那不是恢复1年期义务役了吗？从4个月又延到1年了啊？你说怎么样？来，那些役男呢？我给你看1年期义务役实际的数字，这个数字很残忍。国防部预判，民国113年、2024年1年期义务役应该要征集9127人，结果实际入营多少？6956人。你算一下，预计要9100人，实际只来了6900多人，中间差2000多人。这个1年期义务役占全军边线比的比例是多少？只是2.5%。荒沙鲁苏说：“朱大，抱歉，我要先去忙了，各位晚上愉快，没事回来再看就好。”换句话说，台湾恢复了1年期的义务役，声势很大，但实际上补进来的人连全军的3%都不到，而且连预计征集的人数都凑不齐。你把这2张的数字叠在一起看，边线比75.58，缺人，可征役男2027年跌破8万，而且义务役呢，连预计人数都招不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就像一个水缸破了洞，一边在漏水，一边上游的水源也在干涸的处境。你缺人，而且本来能补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上一个章节，国防部说边线比会回升到80%，我说这个回升背后占了一个黑洞，就是这个黑洞，人口黑洞。你可以开加薪，放宽体检标准，用各种办法把现在这批人多留住一些，多招一些，账面上面会好看一些，但是你改变不了这个趋势。谢谢浩哲的抖内，你改变不了这件事情，是后面排队人越来越少了。你留得住现在的人，你变不出未来的人。人家不来当兵，根本不是因为好男不当兵，而是生不出当兵的人啦。
所以各位，一个很自然念头在这里就会冒出来啦。既然台湾很有钱，自己的人不够又生不出来，可不可以花钱去外面买人？这个念头是很多人脑袋里现在正在想的事情。我们接下来要非常认真、非常仔细去算这笔账。但是在算这笔钱之前，我们要先处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台湾人到底愿不愿意打仗？因为有一个数字一直在告诉我们，大家超愿意的。你只要打仗的时候说 "Come on, baby"， 你的部队就被装满了。这个数字是真的。啊啊啊啊啊啊啊！真的假的？来，我看一下我们抖内哦。叮叮叮说，会不会到时连开 F16的飞官也要请佣兵及外包了？有可能啊，乌克兰有找开 F16的佣兵来教他们哦。苏六官说，可征役男还要扣掉替代役种，国军实际可招的更低。原说等智商70的兵入营就100%啊！别这么说啊，你能想象智商70的人能够入营，部队能活多久？来，我们终于要来分析这个数字了啊！这个当初一做出来，就好多人叫我分析，我说你妈不急，我这礼拜有很多其他题目，你稍等我一下，我礼拜天就可以分。2026年7月，有一份跨国研究上了新闻，研究说台湾年轻世代愿意为国而战的比例高达88%。超过日本，超过韩国，这数字一出来，绿营欣喜若狂。我就知道你们是爱国的，我就知道你们超爱我们。他说什么？他说台湾人其实很有骨气，很愿意保卫国家。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记不记得上一章我们讲了一个边线比？你现在看到愿为国家作战人高达88%，结果前面讲的部队的边线比只有75.58%。你记得沱江舰吗？沱江舰船上的边线比不到50%呢，有一半的椅子没有人坐啊。来，一个88%的国民哦，愿意为国而战的国家，他的志愿役边线比怎么会只有75.58%？他的主力战舰怎么会坐不满1万人？这中间一定有一个地方出问题了。事出异常必有妖，要么是那个8×8有问题，要么是我们对愿意这2个字的理解出了问题。但实际上这个数字就是很鸡巴啦，来，没关系啊。来，我给你看背后的数字。同样一件事情，台湾人愿不愿意打仗，不同的机构问出来的答案差多少？第一个数字就刚讲的，2026年7月那份研究，年轻族群有88%愿意为国而战。第二个数字，国防安全研究院，这是国家级的官方智库，他从2021年开始做了7波民调，长期追踪这个问题，它的结果稳定维持在70%左右。2024年那一波是67.8%，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第三个数字，远见杂志2025年底的调查，问的是如果两岸开战，你愿不愿意自己或家人上战场？结果有69.3%的人说不愿意自己或家人上战场。你注意哦，这里是6×3不愿意。第四个数字，这个最狠。2023年呢，东森的民调用了另一种问法，问说如果两岸爆发军事冲突，你愿不愿意从军？结果只有19.6%的人愿意从军呢。21世纪基金会的民调也类似，愿意积极抵抗加上从军的，合计大概只有2×7。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你看我后面这个动画，就觉得很好笑了吧？88%、67.8%、6×3不愿意，19.6%。同样一个问题。同样一个问题，
台湾人愿不愿意打仗？答案从88%一路掉到19.6%，差了将近70个百分比。这怎么可能啊？有人在说谎吗？不是，在听直播的各位，这是一堂民调方法学的课，4个数字都是真的，差别在于怎么问。我教你看穿这个魔术，关键在2个地方：第一个，问句是封闭式还是开放式；第二个，有没有把自己跟家人拉进来。封闭式的问问题的方式是这样子：如果中共真的武力犯台，请问你愿不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你只能在非常愿意到非常不愿意里面选一个。这种问法会问出很高的比例，因为这个问题本质上问的是你爱不爱台湾呐？你爱不爱台湾？那当然说，你问我，我一定说爱呀。你认不认同这个国家？在一个受到威胁的国家，面对这种问题，多数人当然会说愿意。这是面子问题，这是态度的表达，不是一个行为的承诺。开放式的问法就不一样喽。如果台湾跟大陆发生战争，请问你会怎么做？让你自己讲。这种问法问出来的从军比例会低到19.6%，因为这时候你不是在表态爱不爱国，你是在具体想象我明天要去成功岭报道去操作步枪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杀伤力更大的变数，就是自己跟家人。远见那个问法加了自己或家人上战场，一旦问题里面出现你自己跟你家人，愿意的比例马上崩盘，变成3%不愿意，因为为国家而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也可以为国家在键盘上而战，我也可以为国家躺在床上而战，我也可以为国家坐在马桶上而战。但你儿子去战场是一个具体的画面，抽象的时候大家很勇敢，具体的时候大家很诚实啊。在听直播的各位，讲到这里，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我觉得最勇敢、最具体的时候证据。这证据不是我讲的，是国防院自己讲的。国防院啊，就是那个做出70%愿意的官方智库，他自己发表过一篇专文，专门在讨论为什么各家民调的防卫决心数字落差这么大。他在文章里面很诚实的承认，用开放式问卷真正问到你会不会去从军去抵抗的时候，测出来的真正有高度参战意愿的那群人，大概就是2%。各位，你听懂这件事的分量了吗？那个做出70%愿意数字的官方智库啊，自己亲手告诉你会付诸行动的大概2%而已，没有再多了，你不要再幻想了，没有，卖狗骗啊！来，可是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这样讲啦，最后还有最讽刺的一层，8×8愿战其实高度政党化。同样，那份研究的数字显示，民进党支持者愿意为国而战的比例接近9%，国民党支持者大概3%，民众党大概5%。在听直播，各位你发现了吗？愿不愿意为国而战在台湾呢？某种程度已经变成了一个政党认同题。你测到的，与其说是你会不会去打仗，不如说是你支持哪个党。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数字没办法拿来当做真正的兵源依据，因为它量到的根本不是那个东西嘛。所以讲到这里，我还要带你看最后一组数据。这个数据是我截稿之前10分钟特别去查的。全世界到底有哪些国家的人民有88%愿意为国而战？我把全球的排行榜拉出来，看看台湾的8×8在世界上是什么段位。盖洛普国际2024年发表了一个全球调查，45个国家全球平均愿战比率是5%左右。亚美尼亚是排行榜最顶尖第1名，96%。
沙烏地阿拉伯94%，阿塞拜疆亚塞拜然88%，巴基斯坦86%。再看世界价值观调查，就是那份研究用的同一套系统，越南96%愿战，是全球最高段，而中国大概是88%、89%。各位，你把这个88%俱乐部成员看一遍，要么是威权国家，越南、亚美尼亚、沙烏地、亚塞拜然、巴基斯坦、中国，要么是刚打完或正在打领土战争的国家，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2020年才在纳卡真刀真枪的打一场，双双占上8%以上。全世界的民主已开发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全体达到8%啦。西方阵营的天花板是芬兰74%啊，那还是被苏联打过冬季战争，国家之间贴着俄罗斯的芬兰。我跟你讲，沙烏地阿拉伯为什么有80%？因为根本轮不到他们打仗。你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国民，根本不受军训，根本不需要上战场，那就是唬烂啊，你娘嘞！所以台湾年轻人自爆88%，等于宣称自己的参战意愿是越南、沙烏地、巴基斯坦的段位，不是任何一个社会形态跟台湾相近的国家的段位，不是民主国家的段位啊！来，然后我们要看一个最真实的数字哦，榜单上最直接的数字是乌克兰。一个真的被入侵，国土真的在烧，每一个受访者都亲眼看过阵亡通知书的国家，他2023年底的愿战比例是多少？在乌克兰愿意打仗的比例呢？根据民调的结果是好棒棒的62%。也就是台湾的愿战比例，承平时期的年轻人自爆的愿战比例，比正在流血的乌克兰人高出26个百分点呐！你觉得好不好笑？夸不夸张？这不是因为台湾人特别勇敢，是因为乌克兰人回答这一题的时候，脑子想到的是真的战好。真的葬礼，而台湾受访者想到是一种心情，帅不帅、俊不俊、有不有，按下愿意的成本是0，这个对照就是最完美的国际实证。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价值观的调查，得到的答案基本上台湾跟中国的从军比例、愿意从军、愿战比例。大概都是80%底到90%，开不开心？这就不是嘛！妈，全世界就是两岸这么愿意口头上说要打仗，来，好，那这样讲，日本大哥哥嘞，你各位最喜欢日本大哥哥了，对不对？国军有女冲大佬在日本出道了，干，真的假的？谢谢 Studio 官的抖内。来，你知道日本在这道考题上考了几十年的全球最后一名。2015年那一波愿意为国家而战的11%，64国垫底。世界价值观调查那边也是13%左右，照样垫底。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说自卫队是一支不存在的军队。所以你调查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自卫队的确也缺人，但是没有缺到像台湾这样船都快要开不出去啦。来，谢谢 No Beer 的抖内，而且我还要补一刀啊！有学者为了帮台湾年轻人讲话，整理了各家调查，结果反而把他妈底牌给掀了。台湾18到30岁年轻人的愿战比例啊，跨调查的浮动区间是53%到88%啦，88%是这个浮动区间的天花板值。
世界价值观调查台湾全体的数字其实是77%，而且比1998到2012年的84%到86%还在往下滑，还在往下滑。所以7月2号那则新闻怎么来的？看我下午参加那个网剧没有午睡，害我觉得很累。啃来7月2号那则新闻呢，是把一个从53到88的浮动区间里面摘出最高的一个点做成标题。各位，我们把这一段收起来，8×8这个数字放到世界地图上，它的邻居是越南、沙乌地、亚塞拜然。它比正在打仗的乌克兰高26个百分点啊！全球考最后一名的日本自卫队好好的，这个数字如果是真的，你注意再听我讲一遍，这个数字如果是真的，他妈全世界民主国家里面最好战的民族就是台湾啊！你们干，你相信吗？每一个台积电的工程师说干。战，你以为是战锤40K 哦？这是妈的干，你搞什么？比87%还要高啊！啊，这个数字如果只是心情的话，就什么都不能证明。看，笑死人！好啦，你说那就算只有2成，就算加薪，就算想办法。总有人愿意的嘛，我们就好好训练这些愿意的人，不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认同表态，在物质世界的终点站长什么样子？这个终点站真心让我哭笑不得。台湾最近真的有一个新进展，国防部全动署把后备步枪射击训练退伍12年内的限制取消了，意思是。只要你是没有被纳入教召的备役人员，就算你退伍10几年、20年了，也可以报名重回靶场，跨区都可以报名。训练内容主要是单日完成，用 T65K2 或 T91步枪，在175公尺打10弹，发射48发。听起来很热血，对不对？一群有志之士重回靶场，打靶打空匪。但是你注意，这个荒谬的对照是，台湾提升兵力的办法，一边是把现役军校的卫哨外包出去，这是减法；一边是把退伍10几年的老兵找回来打48发子弹，这是加法。一个国家同时把现役的哨外包，跟把退伍10几年的人拉回靶场，这2个动作放在一起，正好证明了常备兵力的真空有多深。来，而且我跟你讲，还有网友讲说，干，我相信一定有很多黑道，觉得可以回去拿 T91 这个65K2 打靶打48发，一定觉得很赞，他一定想要练习实战。干，你们帮啊！来，你当完兵10几年了，如果你还在混黑道，你已经混成老大某一个堂的堂主了，你他妈回去还拿步枪在跟人家哒，有病是不是？你跟你小弟讲说，不好意思，你堂主我呢，不是指挥你们拿枪去拼命，我现在要回教召部队，哒，干，笑死人啊！笑死人！有这么多北兰的事情吗？我跟你讲，黑道你退伍10几年都变老大了，还妈大哥要拿枪哦，干嘛笑死人了？大哥就说你小弟去，结果现在还有人在那边想说啊，那好棒，黑道一定都愿意你个屁啦！妈的，我都做到中堂堂主、和堂堂主了，我回去跟你踢那个65K2步枪48发射击哦，坑！所以呀，哎呦，网络上那些最热血的社群哦，自己贴文那种台派社群，自己贴文说啊，仅1天的训练，
仅几十发、48发的子弹，实质上绝对无法带来太大的技术提升。好，你知道，我知道，独眼龙也知道啊，但是怎么呢？无法带来提升，要怎么呢？干，很棒。他的建议就是，请你回家拿气枪自主练习。干，林嘉欣又来干嘛了？还不赶快去喝酒？我跟你讲，今天一定要说，我好像下午的时候跟你们讲了，但是没有在直播的时候讲。林嘉欣传了一张图给我，他妈，他说他最近的人生目标，等一下，我要把那个对话找出来。林嘉欣跑哪里去了？林嘉欣说他想要抽啊干，妈这个绿色的都你妈啦干，海泥根全部都绿色的，导致我没办法给你看。林嘉欣说他想要抽电动机车，他想要抽电动机车啦，干，来，好，我继续往下讲。这逻辑地图不合理嘛？民调说有8%愿意为国而战，现实的边线比75.8%，军校大门要外包保全，这就是一个8%愿意战的雄壮宣言。到回家拿气枪练习，哒哒哒，这中间的距离啊，就是大内宣认同表态跟军事现实之间那一道深的不行的鸿沟啊。我非常公平的说，这些人愿意花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钱去靶场买气枪练习的，你很棒，你好赞。他们真的把“愿意”2个字用行动去兑现。我讽刺的不是他们啊，我讽刺的是那条产业链啊，那一条真的把“愿意”2个字用行动去兑现的少数人。大部分人都嘴巴讲讲而已，这种认知安抚产业链，让8%的人以为自己很勇敢，只让2000人真正去面对那把步枪啊！好，各位看那个我们的留言区有猫留下你走吧，这个故事还只是海警哦，不是军人哦，但是光海警就可以让他的家属在社区不受他人威胁的担忧。还有 TLTW 说前特战小卖弄一下，有多少人知道并执行过战斗中的故障排除？不是靶场故障排除，这个是不是要急发，还是把子弹排出之后再打？好了，没关系，来，搞到大家都觉得妈干有8%愿意上战场，结果部队招不满人呐、好，来，我们讲到这里，你说好没关系，有很多人愿意上战场打靶。军队这一边呢，负责接训这些热血公民的后备动员系统，那一边是什么面貌？正精彩了。本来没有要讲这一段的，但是就在直播前3天，7月9号，联合报独家报了一则新闻。这一集如果不讲它，太精彩了，对不起各位啊！陆军8军团高雄后备旅的林姓上校旅长，了不起吧？你负责征召，就是他在安排的哦，教你怎么打枪也是他在安排的。林姓上校旅长，后备旅呢，就是后备军人教招，还有我们刚刚讲那个后备射击训练这一套系统里面负责接训的那种单位。这一位旅长呢，7月1号深夜，带着旅上的少校监察官、少校营参谋主任等一行人，前往高雄新兴区一间有女陪侍的制服酒店。哪一种制服酒店呢？
报道写得很含蓄，说是高雄著名的以敢脱敢玩著称的那一种，一路喝到隔天凌晨4点多才离开。报道里面有一句话，我原文跟大家分享。因为部队有入营时间限制，一群人嗨到隔天才离开。什么意思？因为这个部队过了9点之后营门关闭，所以我们不如玩到第二天早上6点。开心吧？开心吧？他带你去打枪，他自己去吗？小吃店打枪，你看，来，你有没有注意到日期？7月1号，就是同一天，同一个7月1号白天，热血公民在网络上奔相走告，免费练打靶的机会来啦，跨区都可以报名。深夜，负责这一套后备系统的旅长带着干部在制服店里面嗨到天亮。同一天，同一个国防体系的两端，一端自费买气枪，一端公款喝到清晨4点。好啦，也许不是公款，但如果不是公款，就证明了你为什么会被人家检举。这位旅长是不是叫自己的学弟垫钱垫太多次啦？垫钱垫过头了，好不好？那来，我们就当他自己出钱好了，那也是体力惊人的。白天教你打枪，晚上帮你打枪，不对，晚上去找人枪。而且这个故事里面最精彩的地方还不是喝酒，是2个细节。你看 ，Mr. 阿卡塞说：“我听朋友说的，都喝到4点了，肯定是框到底啊，要到第二天中午啊，好不好？”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你去酒店，你去站酒店，到底为什么会被人家检举？你还旅长那个单位就你最大了啊！第一个，同行人里面有一个少校监察官各位，监察官是做什么的？监察官就是部队里专门负责督导风纪、查维事的那个职位，负责抓上酒店的人的那个人，他坐在包厢里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流于形式4个字啊，是可以放进故宫的那种典籍啊。第二个细节更妙，事情在部队传开之后，表示有人去爬里面啊。旅长，这个旅还派人跑到附近辖区的派出所，用调查官兵的名义，想调阅酒店周边的监视器，去确认有没有拍到自己人。嗨呀，你看聪不聪明？我们的国军战斗力最强的地方就在这里呀！去动用调查的名义调查自己有没有被拍到，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自白书。林嘉欣说一定是太子酒店啊，不知道高雄我不熟。林嘉欣要去抽那个海尼根的绿色电动机车了，唉，可惜路口监视器正好对着酒店大门，最后难逃电眼。陆军火速调查属实，旅长调离现职，等着开人评会惩处。8军团的回应是标准官腔，未能恪守官箴，违反风纪，持续强化人员考核。我要公平的说，一个旅长带队上酒店，不能代表整个国军，国军里面绝大多数是认真在自己岗位上的人。但是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回头想想，第7章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那些跑去乌克兰年轻人，他们说台湾的训练流于形式。当一个后备旅最高指挥官可以带着监察官上酒店喝到清晨4点，事后还想要调监视器灭证的时候，你要一个年轻人怎么相信这套系统会认真训练他，会在战场上把他的命当一回事？按下愿意为国而战那个按钮的成本是0，兑现愿意的方式是气枪练习，而负责承接这份愿意的系统，他的旅长在制服店里面喝到天亮。
这就是8×8愿战这个数字真正的重量。题有说伊甸园或是金砖吧，干怎么有那么多谐音字啊？靠腰嘞！哎，来，我们第7章啊，要特别讲一件事情：真实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我跟你讲几个台湾人的故事。这几个台湾人做了一件很多人嘴上说愿意，但真正去做的极少数人才做到的事情。他们跑去乌克兰，直接上了战场。第一个名字，你可以去复查，申胜光，1997年出生，加入了乌克兰的领土防卫国际军团，后来到了科尔巴千山独立步枪营。2022年11月2日，在乌东的卢甘斯克州被俄军的迫击炮击中，当场阵亡。他是第一位在乌克兰阵亡的台湾人，也是第一位东亚籍的阵亡者。那一年他25岁。还有第二位吴宗达，2024年11月也在乌克兰阵亡。到2026年初，还有台湾的志愿兵在前线服役，累计曾经去参战的台湾人大概10个人左右，已经确认有2位阵亡。这一段没有什么玩笑或是轻松要开，因为这些人用生命去兑现愿意站在第一线的这个信念，他们值得尊重。那我接下来要分析的不是他们个人，是他们的选择背后让大家觉得极为荒谬的结构。因为有记者去采访过这些台湾志愿兵，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跑到几千公里外的乌克兰去打一场不是你的战争，而不是留在台湾当国军，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的回答我听了觉得，干，你不能说他错，但听起来总是不对劲。有一个受访台湾人说，台湾的军事训练流于形式，乌克兰那边一切来真的。还有一位跟 BBC 讲，台湾的军事训练跟实战有差距。他去乌克兰是为了学到真正的作战经验，这样未来如果台海有事，他可以回来保卫台湾。还有一位说了一句话：如果台湾是下一个，我们应该要准备好。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听出这里面的荒谬？一个愿意为台湾而战、愿意到不惜去真实战场上冒死学本事的年轻人，他的选择是离开台湾的军队，因为在他眼中，台湾的军队流于形式，学不到真东西。他不是不爱台湾，他是觉得台湾的军队没办法让他做好爱台湾的准备。如果这种流于形式，你想要问印象是哪里来的？不就是那个7月1号深夜带着监察官上制服店，喝到凌晨4点的后备旅长，已经替这几位年轻人回答完了。这是一种信任的悖论啊！愿意为台湾死的人，先跑去乌克兰学怎么活下来、怎么打仗，中间隔着的是他对台湾军队训练品质的不信任。来，接下来我们要讲价格面。价格面呢更直接。我们来看乌克兰到底开多少钱。乌克兰有个国际兵团呢，招募外国人加入，他的薪水旧制是分3级的。后方非前线大概月薪$550，比较危险的区域大概$1100，真正到前线作战部署，最高可以到$4800一个月。然后2026年6月，乌克兰改了新制，把薪水大幅提高。前线的突击部队啊，平均月薪大概$6700，最高风险的部署可以到$10300一个月。在听直播的各位，一个月$10000啊，换算成台币大概30万，这是乌克兰开给愿意在最危险前线作战的人的市场价。这里我先帮乌克兰的台湾人澄清一件事情，这些去乌克兰国际兵团的人，严格来讲不是佣兵，他们是乌克兰正规军的一部分，领的是跟乌克兰本国士兵一样的薪水，一样的法律保障。乌克兰官方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什么？还有网友问说：“老朱，你不知道国军有很多的训练方式还在学二战战法吗？你知不知道国军有很多车是二战的车？”所以呀、乌克兰官方特别强调他们是乌克兰正规军的一部分，为了避免俄罗斯骂他们是雇佣兵做区隔。等一下我们后面讲法律的时候很重要，你现在先记得。重点来了，乌克兰前线月薪10000美金，台湾呢？台湾的志愿役二兵基本月薪大概5万台币出头。如果是领第一类战斗部队加给的作战单位，实际领到手大概56000到68000台币，换成美金大概1800到2100美金。在听直播的各位，你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啊，乌克兰最危险的前线月薪10000美金，台湾的战斗部队月薪2000美金，差了5倍。我知道啦，你会说什么？你会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差这么多呢？是怎么样？来，真实战场上的愿意是有一个明确的市场价的。而且这个价是月薪10000美金等级的。乌克兰要在全世界招到愿意上前线的人，他必须要开到这个价，这就是愿意作战这件事情在真实市场上的价格。台湾呢？台湾连要留住自己本国领2000美金的志愿役都留不住啊，边线比只有75.58%。所有的愿意，所有的作战都有标价，标价是什么？你只是按愿意，你说有，我愿意，我愿意。你的年轻人宁愿去领别人的10000美金，学别人的真本事，站在第一线作战，那也不要来练你那一套流于形式的训练，就该知道。你面对的根本不是什么大家很愿意的社会，你面对的是一张自己付不起、留不住人的薪资单呐、那如果自己人留不住，台湾很有钱，台湾能不能付钱去外国买别人的佣兵呢？我们帮你算一下啊。来，这一张我们来玩真的，后面动画做给你看。先讲第一道墙，台湾真要用兵有第一道墙，法律墙。这道墙最直接，你要当台湾的兵啊，前提是什么？是有中华民国国籍。宪法第20条写得很清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的义务。兵役法第1条也写，凡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役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这句话反过来读就是，你不是中华民国国籍，你根本进不了这个系统。外国人依现行法律是没办法入营当兵的，所以请外籍佣兵这件事情，在台湾连第一步都跨不出去。你跨不出去哦，因为你不是中华民国国民哦，所以你要么修法，要么别谈。而台湾连引进外籍兵团这种讨论，都还停留在专家评估，整合不易呀、怎么搞的？好啦，因为不同的语言嘛，这个文化、指挥、忠诚，每一项都是大问题，先挡住了一般人。法律可以修，没错。接下来你开放外国人来当兵，会遇到2个另外的问题：价格墙。这道墙我们用真实的市场价目表算给你看了，在我背后就是我们设定一个目标，台湾的缺口保守估计4万人，没有很多。全军编制呢，大概23万，边线比79.2，线员18万多，缺口大概4到5万，我们就用4万人来算。好，我们要买4万个兵，一年要花多少钱？第一个低标情境，我们去买最便宜的哥伦比亚等级的佣兵。哥伦比亚佣兵在乌克兰行情呢，月薪大概3000到5000美金。我们抓4万人，每个人拿4000美金，
一个月就是1亿6千万美金，一年是19亿2千万美金，换算成台币大概620亿。各位，620亿是什么概念？台湾现在全军一整年的人员维持费大概是2008亿台币。你光是用最便宜的哥伦比亚佣兵填4万人的圈口，一年就要吃掉现有人员维持费的30%，而且这还没算哥伦比亚佣兵除了月薪，还有签约奖金、阵亡抚恤金。业界的行情是签约金25000美金，抚恤金35万美金，这些全部都还没有加进去。来，第二个高标情境，高标情境，这个情境比较贴近现实，因为你要对付是解放军，不是一般的治安任务。我们参考加萨那家 UG Solutions 的价码，美国武装承包商日薪1100美金起跳。还有1万美金的签约预付款，日薪1100，一年下来一个人大概40万美金，4万个人一年160亿美金，换成台币大概5200亿。在听直播的各位，5200亿这个数字是台湾现有人员维持费的2.6倍，一年光是付佣兵的薪水就要5200亿。你知道台湾2026年的国防总预算是多少吗？9495亿。你光请4万个 UG 等级的佣兵，一年就吃掉超过半个国防预算。而这只是薪水，不含装备，不含后勤，不含指挥整合，不含阵亡理赔。Mr. 阿卡塞说，刚去移车踢到外籍佣兵，曾经有一个外籍佣兵，好像是法国外籍佣兵团退伍回台湾服役，还是文书兵退伍，他明明有参战经验，却如此对待，因为用不上，他可能比你连长还要厉害。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便宜的佣兵之所以便宜是有原因的？哥伦比亚佣兵便宜，是因为他们在乌克兰打的是相对常规的阵地战，加萨的 UG 贵一点，是因为风险高。那你猜，如果你要跟解放军打一场高强度的动用飞弹跟制空权的现代化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报价要多少？答案是第3个情境，真实情境，市场上根本没有这种报价单呐。这就是第3道墙，最硬的一道墙，市场根本不存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佣兵团愿意为了台湾跟中国作战乌克兰打了这么久的仗，有没有任何一家西方的私人军事公司以建制的战斗部队角色直接上前线去跟俄军打？答案是没有，没有，一家都没有。有西方公司在乌克兰做事，但他们做的是训练，是排雷、无人机操作、装备维护、后勤跟支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承认自己的私人军事公司以成建制的战斗部队形式在乌克兰前线作战，没有。来，我跟你举一个最直接而且悲伤的例子。Mozart Group 莫扎特集团这家公司2022年3月成立，创办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他做什么？他做训练，做人道救援，做平民撤离。注意，他从一开始就定位成非作战部队。结果呢？这家公司2023年1月就倒了，不到1年，倒闭的原因是资金耗尽、内部诉讼、法律地位模糊。这一家只做训练不上前线的 PMC， 在乌克兰都活不下来。这代表什么？全世界唯一只有一家以大规模建制部队形式真的上战场去打国与国之间战争的佣兵集团，叫什么？叫瓦格纳。而瓦格纳的下场，我们前面讲过了，他的首领兵变2个月之后，飞机就这么自自然然的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讲完整了，西方的 PMC 也就是私人军事公司不打国战，只做训练后勤，唯一敢打国战的 PMC 是瓦格纳。瓦格纳强大到反噬主人，结果被普丁直接除掉。
你在台湾哦，你想买一支能跟解放军打仗的佣兵部队，这种东西，要么市场上不存在，要么你买到的是下一个瓦格纳，一个你控制不了，随时会回头咬你的炸弹。还有一道法律的暗钉，我一定要讲，因为这道钉子专门定台湾日内瓦公约第1附加议定书第47条讲佣兵的定义，它有一个要件，说佣兵的报酬必须远远超过该方武装部队里面同等级战斗员的报酬。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发现这个陷阱吗？台湾的志愿役薪水低到只有$2000，你今天要吸引外籍人员来，你开的价不管开多少，只要足以吸引人来，就一定远远超过台湾本国士兵的$2000，而这个远远超过，刚好就命中了第47条佣兵定义的要件，也就是说，台湾的低薪会自动把你请来的外援制造成国际法定义的佣兵，而日内瓦公约第47条第1句话就写着，佣兵不享有作为战斗员或战俘的权利，意思是他一旦被俘，不受战俘公约保护，可以被当场处置。你要在他身上刺3刀6洞都可以，因为他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刺激了吧？刺激了吧？哎呀呀，所以呀，台湾的低薪在法律上亲手堵死了自己引进外援的路。你付不起让他们变成正规军同酬的钱，你就只能把他们变成没有战俘权利的佣兵。各位，一定有一个人会提到另外一个声音，这个人呢，就是黎智英的助理，长期挺台的美国人，叫 Mark Simon。他在今年5月14号在 X 上面讲过一段话，后来好像文章砍掉了，但是温华自由剪给我看。他说，对台军售在台湾不受欢迎，因为美国根本没交货，真正的问题在于人力。他说，在美国对移民施压之前，这一切都是罗马在烧，你还在旁边拉小提琴。各位，这一段话很有趣，谢谢鲁鲁米送了一个芒果刨冰。网络上一度流传说 Mark Simon 主张台湾开放移民当兵。实际上讲的是台湾的兵源问题要靠美国在移民这件事情上面施压啦，也就是台湾自己生不出兵来，要靠外部的人力来源啊。他说罗马在烧，你还在拉小提琴，讲得非常传神。9000多亿的军购小提琴还在拉，但是兵营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但问题是，不管引进当兵还是开放外籍，这条路的死法，别的国家已经替我们演示完了。你看美国的例子，美国的计划叫做 MAVNI， 2008年开始专门招募有特殊语言医疗专长的外籍合法人士，直接入伍，而且不用先拿绿卡，你就可以申请当美国公民。听起来很好，对不对？用当兵换国籍。结果这个计划2016年迟迟冻结，2017年永久取消。为什么？因为最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间谍利用这个计划渗透美军了。2018年 FBI 就逮捕了涉及中国间谍案的 MAVNI 计划士兵。来，你看，美国用移民当兵，结果被中国渗透，所以喊停。台湾要搞移民当兵，要把军校门禁、弹药库外包，这些台湾被渗透的成本比美国低100倍啊！通通又要外包，地理这么近，语言相通，对岸渗透的能量这么强，美国那条路怎么死了？台湾如果走上去死得更快啊！你的军校大门可以外包给保全，那你弹药库嘞？你担心中共渗透，那你的保全会不会被渗透嘞？你要怎么确定那个实心保全不是对岸派来的？当然，用当兵换国籍不是完全没有成功的案例。法国外籍兵团就是这样运作几百年，他现在还有9600个人，来自大概150个国家。它的核心交易是什么？
服役3年可以申请入籍。如果你在战斗中负伤，你可以立即入籍。这个在法国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做用鲜血换取的法国人身份。各位，你听到这里就懂了。法国外籍佣兵团之所以能运作，是因为他拿得出一个真正值钱的东西来交换：法国国籍、法国身份，用血换来的公民权，这是货真价实的等价交换。你用命为法国打仗，法国用国籍付你钱。那台湾拿出这个东西了吗？台湾连自己的国籍、自己的国际地位都处在一个艰难的处境，你要拿什么跟一个外国人交换他上战场为你死的意愿？你付不起法国那种用血换国籍的价码，你也承受不起美国那种被渗透的风险。3道墙讲完呢，法律强外国人进不来，价格强买得起的没用，有用的买不起，而且低薪会自动把外援变成没有战俘权的佣兵。市场强能打国战的佣兵，要么不存在，要么是下一个瓦格纳。我把它都分析完，你应该清楚这条路走不通啊！台湾没有办法用别人的命来填自己不愿填的那个缺口，所以走不通啊！钱走不通，法律走不通，人也走不通。那你要干屁？那根本就是镜花水月。我们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啊！你看我背后列出来的这些钱，来，我不知道我在监狱写的那本书到底什么时候会出啦，因为一直改不完的，妈写到快100万字了，搞屁呀！来，我把你今天的证据链完整的推导一次。第一个，一份民调告诉你，台湾有88%年轻人愿意为国而战，比日韩都高，简直是妈全世界最高的前10名国家。第二，现实是国军志愿役编宪比只有75.58%，沱江舰坐不满一半，近20类主战部队缺人。第三，未来的兵员呢？2027年跌破8万，而且义务役连预计人数都招不满。第四，那个8×8拆开来看，就是一个认同表态，不是兵员预测。国防院自己承认，真正会付诸行动的大概2成，而且这个内容高度政党化，测到的其实是你支持哪个党。第五，真正愿意打仗的台湾年轻人跑去乌克兰领月薪1万美金学真本事，因为他们觉得台湾的训练流于形式。第六，想花钱买外籍佣兵，价格上1年要花几千亿，法律上进不来，市场上根本没有可以打国战的佣兵可以买。第七，现在台湾的真实处境是，一边把学校大门的卫哨外包给保全，一边把退伍12年以上的老兵找回来打48发子弹。网络上最后的解方是回家拿气枪练习，负责承接这一切热血的后备召集体系，旅长带着监察官在制服店里面喝到清晨4点。在听直播的各位，把这7件事排在一起，你还觉得那个8×8愿意为国而战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数字吗？我今天要收在我们事务所的老规矩上，等价交换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免费的勇气啦。你要一支能打仗的军队，代价是什么？代价是足够的人、足够的薪水、足够扎实而不流于形式的训练，以及一个让年轻人愿意把命交给他的信任。这些每一项都要花钱，花时间、花政治决心去换。你不付这个代价，你就得到一支做不满1年的军队啊！那你能不能不付这个代价，用别的方式绕过去呢？用一个8×8的漂亮民调，让大家觉得很安全；用把哨兵外包给保全，假装人力没问题；用把退伍老兵找回来打靶，假装战力有补上；用回家玩气窗，假装自己准备好了。各位，你就这样子绕吧。你尽可以用这些东西买到一种我们准备好了的心理安慰，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认知安抚产业链啊。它生产安心，然后卖得很好，
但等价交换的铁律是这样子：你用假的准备，你用骗人的方式换到是假的安全，而假的安全，只要真的战争来了，你就必须要用人命去付这个差额啊！朱大，你透过你家在军中的关系，问问台军有没有引进印度佣兵？他们我在军中有什么关系啦？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好不好？你以为在台湾抗日烈士值几毛钱？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连奖学金都没有拿到过，连加分都没有，还跟军中有什么关系？没有啊。真相总是伤人啊。如果今天真的有8%的人愿意为国而战，那么志愿役月薪5万多，早就该招好招满了。边线比就不会是75.58，沱江舰不会做不满一半，国防部不会把军校的哨外包出去啊。所以用身体展现永远比较诚实。愿战的意志啊，市场上每一分都有明码标价。乌克兰用$10,000一个月把这个价格写得清清楚楚，民调上那份免费的勇气，在战场上兑现率可能趋近于零。而佣兵买不进来，法律不准，钱不够，市场上根本没有任何私人军事商业公司能跟解放军打仗。所以我最后这一句话送给今天在听直播的各位了。你按下的愿意为国打仗的那个按钮的时候，那个愿意值多少钱，不是由你的心情决定的，是你愿意为这个决定付多少代价。8%的免费勇气啊，跟2成人真的走进靶场，最后上战场可能不到1成，那是两回事。台湾的安全从来不是靠前面那个8%打打滴打打嘴上吹出来的。是靠后面那2成，以及那2成愿不愿意变成3成、4成、5成，没有人会保佑台湾，只有台湾人自己能够改变台湾，而台湾人自己得先诚实的看着那张边线比75.58的账单，然后决定这个代价到底付不付，有没有人要付啊？各位，真心不骗。真是妈太夸张了，所以各位，我的那个狗皮膏药又贴出来啦。今天的直播到这边哦，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我先讲，今天我们要讲的目的啊，就是帮你算好算满，用佣兵根本不能打仗，支撑不了，那支撑不了了，哪有可能在那边瞎讲瞎鸡巴说？所以那请各位的想一想，到底是要避战，还是瞎鸡巴讲说我国有8%的人愿意为国作战？我跟你讲，外国智库看了这些东西，就以为你全台湾都愿意战了，但是怎么可能？88%的数字代表台湾是全世界民主国家里面最好战的，干你骗我是不是？笑死人，部队人都装不满了，边线比都没有办法到8成了，结果你台湾嘴上说最爱战，啊，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啦，我的那个狗皮膏药贴出来了，今天这个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各位赶快抖内，下礼拜啊，不是下礼拜，下个月我们在桃园还有网剧，我们还是每次都会给很多人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东西。我先看支付宝有没有。今天有一位网友抖内，谢谢你抖内了1块钱，说朱大这一集让很多青鸟幻灭了，什么什么名？不是啊，不然去当兵嘛。他妈都只会讲，干什么什么星？昨天的抖内，谢谢你。我看今天有没有人？好哦，今天也没有人。来，谢谢各位啊！这个今天的直播开开心心跟各位聊真相，但是真相总是伤人。
还有希望我的 AI 不要再发疯了。我的老公是，就是政府说什么你就反向的看，不是我的老公觉得啦，好不好？真是吗？瞎鸡巴讲。谢谢 Fan 抖内了150元。所以各位，很快就要到接下来的直播投票了。Z Bike 说大门哨兵，这又想到几年前看到苗栗市后子部哨兵站哨兵，结果手上拿着手摇杯，身上防毒面具包太破，用晒衣夹固定，这就是国军的门面啊。对岸知道台湾就是囊中物，船舰都可以随时开到台湾东岸，航道都畅通了，何必大动干戈，慢慢等，迟早都会到手。而且最近有一个追逐战很有趣啊，好像到澎湖还是金门那边。去那个日本海保的那个船舰要避风，结果那个对岸的海警一路千刀万里追，直接杀几百公里过来，要把跟日本船对峙，干相当精彩。Winston Ruby 说：“这个数字真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全世界相信台湾绝大多数是愿战求战。这问题已经是死结啊，就拿来骗人嘛。” Winston Ruby 说：“现在核心问题是台湾的意愿已经不重要了，重点是，全球的反中人士都认为台湾绝大部分都是愿意打仗的。干你娘，那叫妈石板临不上去打仗啊！不要说打仗了，连一个香港来的人打你一拳都躲不掉了，你打仗嘞？那而且。”还觉得台湾的求战意志高涨，说句难听点的，大陆某些高层也有这样的认知。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共识，原因很复杂。核心的问题是，台湾老百姓没有用除了投票以外的行为表达自己反战意愿，哪有什么投票以外的行为？多下 A 片嘛。Mr. 阿卡塞子说，真的感觉需要男女皆兵的，但是很有趣的是，伦家是女生呢，真的很神奇，注音可以字出来就是中关键字。苏丢冠说：“把志愿入营表搭着问卷绑定，就问出来真实民调了。”这个郑中生，谢谢你的抖内。好了，最后来投票啦。你如果觉得内容好，写的也好的，请投1；如果你觉得内容好，但是讲的不好，请投2；你觉得内容跟讲都不好，请投3。赶快各位投。好了，电动车的题目看起来要做了。没有，我真的觉得这个民调真他妈瞎鸡巴讲，干任何有学术素养人都不会相信这个民调啊。但是台湾人就把它当真啊。David Jackson 说：“这个朱大辛苦了，这几天青鸟狂飞出来到处喷，我的台风假分享文也喷我，喷到流量快7万了，真有点搞不懂。分享自己的实际经验也不对吗？”为各位介绍一下 ，David Jackson 说这个台风假放得好。因为我平常没有时间买菜，所以这个时间让我可以去买菜，结果就被青鸟几万人来骂，开不开心？开心。台湾有没有言论自由？其实没有。但是这些青鸟有没有屁用？一点屁用有没有？它也不会让你买不到菜啊，好不好？好 ，Mr. 阿卡塞子说今天酒还没配完，来听中午的直播继续。靠，阿卡塞子中午直播你人在现场哦，对，我最后那个袁提醒我了，我最后要提醒一下大家，干我们线上有1200人、1300人，结果只有668个人按赞，麻烦最后我们要下线了，请大家赶快按个赞，一路把我们的直播推出去，好吧？今天这个佣兵制到底做不做得到？我直接告诉各位，做不到，不要再想了，你自己当兵都当不了了，你他妈的跟人家讲说要佣兵。到时候连佣兵都看不起你们当兵的人，好不好？受不了。哦，Mr. 阿开赛子说有移车的时候，当时就离开了。好了，谢谢宋世英按赞。好，各位都按赞嘛，多努力。我们明天再见。明天的题目呢，我今天晚上再想一想，就给各位一个惊喜。哈哈哈哈哈。好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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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